主持什么正义？听到刘曼琼的问题，叶晨微微一笑，开口道，这个暂时还不能告诉你，留点神秘感。刘曼琼不由得皱了皱眉，问他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钟子韬要针对你，你怎么办？你在港岛双拳难敌4手，怎么斗得过洪门？叶晨挑了挑眉，笑道，你也太瞧不起我了，双拳难敌4手，加个0 40我也不放在眼里。刘曼琼以为叶晨又是满嘴跑火车，整个人已经被他搞得精神分裂，只能无奈地摇头道，真是服了你了。说完也只能跟叶晨一起从停车场里走了出来。两人出了车库，便到了尖沙咀人流量最大的商场广场。这里除了人头攒动的客流之外，还有不少专做宣传推销的业务员，以及许多商品展览的区域。在广场最好的地段，有多个整齐划一的摊位，这些摊位都挂着港岛大学的校徽，还有不少身穿校服的学生正在摊位前忙碌。心情复杂的刘曼琼带着叶晨直奔这几个摊位，而这里便是他和他的同学们做慈善义卖的场地。见到刘曼琼过来，不少学生都非常惊讶，许多人都围了上来向他问好。其中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连忙上前问道，曼琼姐，你怎么今天过来了？刘曼琼微微一笑，回答道，下午刚好有点事要到这边，所以就顺便过来一趟。说着，刘曼琼问他，今天销售额怎么样？不太好哎。那男生有些颓废地说道，我们从早上8点开始到现在，一共卖了差不多3万多港币吧，本来以为是能卖到5万的。刘曼琼鼓励道，不要紧，3万多已经是个不小的数目了，值得鼓励。阿伦叹气道，曼琼姐，您一个人就捐了几千万，我们这么多人忙前忙后的，一共才这么点钱，实在是太惭愧了。刘曼琼忙道，阿伦，不要这么说，慈善不是比谁捐的钱多，而是要让尽可能多的人量力而行，我捐的钱也不是我自己的，不过是慷他人之慨罢了，我自己也只能和你们一样，尽些绵薄之力。说着，他从叶晨手里接过纸箱，递给那男生道，阿伦，这是我收拾的一些个人闲置的东西，卖价我都打上标签了，按标签价的话，一共是2万多港币。随即刘曼琼摊开手来，又道，你们看，我自己也不是很有钱，能拿出来的东西也就这么多了，所以大家也不要因为自己拿出来的东西少就感觉惭愧，就算什么都拿不出来，能做志愿者为慈善出一份力，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。所以请大家多多努力，我们尽快把现在募集到的东西都卖出去。另外，我已经在学校里号召其他的同学们，大家尽量多捐一些无用的个人闲置物品，积少成多之后，一定能做许多善事。众人被刘曼琼鼓舞，欢呼一声，一个个干劲十足。这时，一个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女生看着叶晨，开口问道，曼琼姐，这位帅哥是谁呀？你还没有跟我们介绍。刘曼琼看了看叶晨，对众人道，这位是叶先生，我家里的客人。客人？那女生大有深意地说道，曼琼姐，这该不会是你家里给你安排的未婚夫吧？怎么会？刘曼琼听到未婚夫这3个字，感觉心态瞬间就要崩，于是不假思索地说道，你就不要在这八卦了，叶先生是我父亲的朋友，刚好来港岛跟我父亲谈点事情，因为他多年没来港岛的缘故，我暂时当他的向导，带他四处转转而已。原来如此。女生有些遗憾地说道，曼琼姐，其实这位帅哥跟你很搭的哦，你其实也可以考虑考虑呀。认识你这么久了，都没见你拍过拖，大家还都盼着
能在毕业前看你花落谁家呢？刘曼琼无奈地说道，拜托你管好你自己吧，我听说你跟你的新男友又分手了，你这次拍拖才几天啊？女生撇嘴道，那个渣男我都不想提他，他跟我在一起就是想让我帮他做毕业设计而已，我帮他把毕设做好，他就跟我分手了。刘曼琼叹了口气说道，拜托你下次看男生的时候擦亮眼睛。女生又看了叶晨一眼，认真道，不过话说回来，曼琼姐，我是真觉得你身边这位男士跟你很配耶。打住！刘曼琼连忙伸手制止了对方，开口道，你已经无数次在你自己身上证明了你的眼光基本等于没有，所以如果你觉得他跟我很配，那他大概率根本不适合我。说完还不禁白了叶晨一眼。叶晨这个时候微微一笑，对那个女生说道，我是他的未婚夫，是他自己亲口说的。众人听到这话不禁发出阵阵惊呼。那女人看着刘曼琼，大有深意地说道，曼琼姐，没想到你连我们都骗。刘曼琼无奈道，你们不要听他胡说，这种男生根本就不是我的菜。说完他看向大家，开口道，大家还是先忙正事，不要胡乱八卦了。随即他将自己拿来的纸箱打开，从里面拿出几件个人物品，对身边几人介绍道，这台笔记本电脑是我年初淘汰下来的，我查了一下二手网站，大都在4000块左右，我标价3000，应该很容易卖出去。还有这台游戏机，买的时候2000多港币，我标价1200。把个人物品的情况跟大家简单介绍一番之后，刘曼琼便对众人说道，辛苦大家再接再厉，我还有点事，就不在这里陪大家了。说完便急忙对叶晨说道，我们走吧。叶晨笑道，刚到就要走啊？我觉得这种义卖还挺有意思的，正好我兜里有几颗大力丸，要不要也拿来给你撑撑场面？刘曼琼无奈地看着叶晨，认真道，在港岛卖大力丸是犯法的，而且我们要是再不走，肯定会有麻烦的。叶晨目光看向远处几个鬼鬼祟祟的男人，笑着说道，好，听人劝吃饱饭，咱们走吧。刘曼琼见叶晨终于是商量了一回，也算是松了口气，连忙跟众人道别，带着叶晨返回停车场。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钟子涛找人报复叶晨，万一真来10几号人把叶晨堵住，自己想救他都没办法。两人来到停车场，刘曼琼下意识要去驾驶位，叶晨忽然叫住他道，曼琼小姐，不介意的话让我来开车吧。你开？刘曼琼问，你对港岛不熟悉，而且港岛是右舵车，行车方向跟内地也是反着的，你能习惯吗？叶晨笑道，只要他方向盘不是反过来要在脚底下踩的，我都能开。刘曼琼耸了耸肩道，那你开吧。叶晨坐上车之后，没有着急开车离开，而是拿出手机，打开地图研究了好一会儿，一直到他看到那几个鬼鬼祟祟的面孔分别钻进了不同的车里之后，才对刘曼琼说道，我看红花岭这个地方不错，咱们去那儿转转吧。红花岭？刘曼琼目瞪口呆地说道，那里都到港岛最北边了，很远的，而且是山里，去那做什么？叶晨笑道，有些事儿就得到人少的地方干，